me feeling like a firebolt high in the sky, looking like a thunderstorm. Oh, here w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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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You're easy to remember, so hard to forget. 嗨，大家好，我是小江老师。嗨，大家好，我是路过了无情的模型机信写车先生。你上次抽到4只电网，你想先做哪一只？我不想做了，你不要做啊！我不想做了。为什么？除非你做，否则我就不想做了。电王这么帅，你知道他的那个演员是谁吗？佐藤健。对，我家有腰带，我老婆买的。你老婆买的。我老婆很喜欢电网，所以要买腰带。我们上次这样子处罚你一个人做4只，真的太惨了。你才知道暴虐舞蹈。那我这边你做1只的话，你就做1只啊。我就做1只。我做2只的话，我还是只做1只。反正我陪你做1只，你先选，你先选。就把紫色这个啊。哦，所以你要做紫色。硬要讲，我比较喜欢紫色或金色。哦，对，我直觉我会觉得红色比较帅。哦，那我就做这个红色，因为红色看起来最薄。大家请在留言那边认真的追踪，他有没有认真做？我觉得电网很帅啊！我听到佐藤健以后，我就第一个就去查电网。哦，你有看过佐藤健的戏哦？有啊，他后面演那个北村拔刀斋那每一集我都有看呢，开玩笑。哇，都有看呢，好厉害哦！我现在有3个骑士了，再加这4盒的话，就会有7只。而且我知道师傅也很喜欢电网，对不对？师傅应该还好，他比较喜欢空我。真的吗？你如果要比的话，我比较喜欢空我。可是电网也很好看。电网也很好看。那我们也给你认领1只好不好？你都可以哦。阿志来哦，来哦，阿志来哦。我跟你讲，电网4个形态啦。你们2个2选1。我要看哪一只比较好做。我跟你讲，最薄的我先拿走。你就直觉看哪只比较帅啊？都不好做。你要蓝色的。哦，不好做。所以我好，谢谢。耶！我们电网也没有一个人做4个形态都发包出去了。那现在我们就让佘先生开始第1台 ，Go。哇，紫色怎么不是比较帅呢？哦，紫色，对啊。交换一下啊。你要这蓝色也不错啦，我想做紫色。好啦。
蛇塔螺丝，然后这边旁边是嗨，大家好，我是自塔螺丝。我们这次制作的是 FRS 假面骑士系列里面的电王系列的，然后这次做的是藏模式，在是圣枪模式。圣枪模式，对。那这个假面骑士电王里面就是有特色，在它主角梁太郎，他会由不同的异魔神附身之后，来变成假面骑士，变成像是我做的这一只圣藏模式，它就是由这一只叫普塔罗斯，对，普塔罗斯附身之后就会变成藏模式。不过其实电王当时很红啊，甚至我老婆太太她还买了当时电王的腰带，很有趣。来，我们来变身一下，我变给你看，这是变身。我训哎，那你看年轻人的变身，看年轻人，对，来变给你看，我看。你腰在哪里？那隐形的。蛇岛小姐来了，不然蛇岛小姐试试看啊。快只有他头上。蛇岛小姐才是真正的假面骑士。好啦，我们来简单的讲解给可能不认识这个作品的观众讲解一下这个假面骑士电王它是怎样子的作品。首先，其实当初东映在宣传的时候是说是最弱的假面骑士，最弱，为什么？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假面骑士是月台形态，我们这黑银色那样，对，就看起来很弱弱的。我们刚刚也有制作展示给大家看那个月台形态的样子。那月台形态它很弱，然后遇到怪人或者其他的那种，就只会跑，然后也打不太赢。那在故事中，他就遇到了所谓的姨妈镜的异魔神，那不同的异魔神附到这个月台模式的假电王上面之后，它会变成对变身，像你的龙塔模式就是圣枪模式。这次影片就是展示这两只，下一次会有另外两个神秘人物制作的。神秘人物谁？比较好吃。江塔罗斯，江塔罗斯，还有布莱塔罗斯，压轴，对的，压轴，大家敬请期待。这一次就是介绍这两只，然后来讲讲这个普塔罗斯跟龙塔罗斯，他是在故事中是怎样子的角色？普塔罗斯啊，跟我一样温文儒雅，你确定？有意见吗？普塔罗斯故事里面还是比较斯文，然后也比较头脑派的。然后变成圣藏模式的电王之后，他也是比较利用他的钓竿啊，对，他的武器是把钓竿，对，然后他钓竿戳过去之后就会进行骑士踢，对，这个我们也在完成品也有展现给大家看。对，电王这作品里面它是有5个异魔神附身的，那对它主要就是藏模式的时候的绝招是骑士踢。换一下自塔罗斯讲一下，我们的这一支枪模式圣枪模式是怎样子的角色啊？他就是一个小孩子，比较爱玩，爱跳舞，对，然后很有爱心，对，好像有个异魔神把那个鸟的那个房子用坏，他就去找他，对，他就边跳舞边找他，是你把房子用那个鸟巢用坏了吗？所以自塔罗斯，你要不要跳一下舞啊？你不要在那边抖脚，不要跳。关于作品的介绍就先这样吧。我们先来讲讲这次作品上面做了什么，还有哪些制作难点。制作难点，因为他这个手还有要无缝2次，这里一次，他说白色零件在左右的用一次。对，因为我不会拆件，所以我整只缝起来，用遮盖的分线。对，因为他因为自塔罗斯比较不会裁剪，他小朋友不太会拿刀，所以像我的话，我就是用裁剪的方式。对，这个在制作的影片中也有展现给大家看。武器其实这个遮盖，但是想要练习喷涂的，可以一定要买一支假面骑士。当初我们的江塔罗斯一直觉得我做这个假面骑士很快很简单，应该很好做吧。他自己做了一支就开始知道有多好做了。所以其实像这武器很难遮盖。对，就其实它有些没有那个线条，比较自己在那边
抓那个分界，而且其实对，像它这个切线，它其实是没有，它就是那个细面的那个线让对，你对而已。我那个时候在做，其实你这一支还比较好做，对，因为这一个他们的武器都是对半开的，对，所以整支都要做无缝。我这一支就是整支都是缝，还有换，你知道吗？但有换你还不跳街舞？然后那个，我觉得腰带这里还蛮好。是啊，你看像有时候看到这个5颜6色，你觉得追带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其实还想一想就还好。对，因为你就先第一个喷完之后就遮一小的，遮一个小的，之后整个喷完之后，全部再遮一个大块，再会银色。没错，我也是这样子。之后再珐琅漆涂一涂，渗墨线的方式弄起来之后，整个腰带的质感就出来了。好，那我来讲讲我这一支肾脏模式。这一支肾脏模式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其实它这个武器啊，收纳的时候啊，内侧啊，虽然有点看不到，但是其实会发现，对，里面是有空洞偷胶，我就把它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外，不是单纯的补，也增加了一些细节，尽量还原一些细节，就是它让它某些角度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会说空空的。那这个地方是比较花心思在做的。那剩下的部分当然就是腰带啦，腰带一个一个慢慢遮盖制作。那对，而且做起来我觉得很像那个玩具。对，因为它本来假面骑士就是一个卖玩具的作品，对，它都会把它的武器啊做的腰带啊这东西做的花俏，像它这个四个东西原本做出来的玩具就是让你可以组装，4个组装，4支组一组就变成这个钓竿，组一组可以变成枪，组一组变成斧头，组一组变成剑。那当然是小朋友的玩具，它不会那么的大，就是可以稍微这样子。当然我们这年代久远，并没有买到那个玩具的，对，很久。这作品应该12还13年以上了，2007到2008，2007到现在15年了。剩下的地方就是手部的裁剪，阿志是用遮盖的，我是用分件的方式，先把中间肘关节的地方包起来之后，再来做无缝啊，某些地方切了分件，这个可以参考前面的制作过程。剩下的地方就是一般来说比较基本的一些遮盖啊，对，那你看像那种小地方，像配这边黄色的点啊、黑色的点一些地方，然后它还有这个武器模组跟那个枪模式一样，它的分色并没有刻线的分色，所以它就是你只能自己贴啊，整条这样贴。说实在，我这个贴的真的没有那么好看，有一点点失误吧。这样也没有。其实对啊，因为真的不是没有很好做，因为没有那个对齐的那个。对，没有对齐的点呢，在制作上面呢，做遮盖会相对的困难一些。基本上制作上的讲解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是塔罗斯有没有什么想要表演的啊？还是要讲的啊？要讲的。街舞要跳了吗？街舞。我们如果破4万，4万好了，标准低一点啊。那科比那几8万呢？人家是科比，你有人家帅吗？有，现在那所以你破多少万要跳？5万。好了，有够没自信啊！如果这支影片超过5万的话，自塔罗斯就来跳街舞给大家看。我去看影片练习一下。好，你加油！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啊，1分钟哦，5万跳5分钟。主委要加码是吧？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按赞、分享跟订阅。然后，那就自塔罗斯5万我才跳舞哦。那就这样了，各位再见喽，晚安。